西方国家通过卫星发现了中国核潜艇的耐压壳分段，通过推测尺寸之后，他们终于明白，中国的北风之神来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延绍。在中美海上军力竞赛的大背景下，美国人当前最大的优势就来自于航母和核潜艇，而其航母编队又因为中国拥有多种反航母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出现而被遏制。只有数量庞大的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仍然被美军引以为傲。因此，夺取水下战场的优势又将成为中美海军竞争的关键所在。中国目前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性能也极为先进的常规潜艇部队，但是常规潜艇并不适合远洋作战，所以美国人现在更关注中国在核潜艇领域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新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建设与发展。过去，中国公开的攻击型核潜艇被认为在经营性能方面落后于美国。战略导弹核潜艇因为拥有一个龟背，在经营方面也遭到了质疑。由于美国在第一岛链的关键岛屿之间部署了水下的声纳基阵，中国的两类核潜艇要想突破岛链的封锁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我们必然会建造更为先进的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该来的总会来。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的消息，有国外卫星在中国北方某核潜艇建造基地发现了新情况。间谍卫星拍到了一个12米直径的潜艇耐压壳分段，以及一个9米直径的潜艇耐压壳分段。前者显然是中国下一代战略导弹核潜艇的一部分。12米的直径已经相当大了，它接近于美国哥伦比亚级战略导弹核潜艇的13.1米。这意味着中国下一代战略导弹核潜艇的排水量可能会超过1.5万吨，甚至接近2万吨。如果有这么大的一个排水量，那么中国下一代战略导弹核潜艇可能就不再需要龟背，或者采用平滑流线的背级，这将极大地提升战略导弹核潜艇的隐蔽突防能力。另外一种直径为9米的潜艇耐压壳分段很可能是攻击型核潜艇的一部分，其排水量将近1万吨。外国媒体此前曾经推测说，中国造船厂有条件同时建造6艘核潜艇，这就是中国在核潜艇方面的下饺子速度。此次发现的情况又不一样，外媒称中国核潜艇建造基地共有10条下水轨道，总共是20个建造船台，可同时组装20艘攻击型核潜艇或12艘攻击型核潜艇加4艘战略导弹核潜艇。当然，核潜艇的造价是非常贵的，我们也不可能同时建造这么多。但是光看中国船舶军工企业的建造场面，就能给美国海军制造无尽的焦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人那边建造哥伦比亚级潜艇出现了困难，因为缺少产业工人和关键的供应链，不但进度非常落后，研发和建造费用也大幅度上涨。预计美国的单艘新型战略导弹核潜艇的造价超过150亿美元，一艘核潜艇就要上千亿人民币，这笔钱在中国恐怕能够干出5艘来。这就是中美在潜艇制造环节上的差距。过去，中国在核潜艇的制造领域一直隐忍不发，主要是在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中国近年来突破了核潜艇无轴棒推技术、主被动混合减震装置、智能气囊减震装置、推进系统低频减震装置、双层隔震装置
和伏筏隔震装置，甚至突破了动力系统推进装置的低频隔震技术。相关专家还被评为院士，这才有了现在扩建核潜艇建造基地的场景。然后呢，又出现了2种全新尺寸的耐压壳分段。中国主力战舰的下饺子已经折磨了美军好几年了，以后恐怕又多了一种新的折磨手段。我们管不住美国卫星盯着中国核潜艇建造基地看，那就让他看个够。反正我们拥有的建造能力还真的不是美国人能比得了的。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